我話早起好啦，我話晏起啲好，我話早起好啦。點解啊？古老話落早起三朝作一功，早起三年唔使咁窮，早起三光，晏起三空。乜嘢係三光三方啊？早你起身好，晏去呢就實實運運咁。有冇發覺好多老一輩嘅人都有早起嘅習慣嘅咧？尤其到咗呢個季節啦，一天光就起身噶啦，甚至有啲農村人係以早起為榮，瞓到黃朝白晏為始嘅。所以喺農村有句咁樣嘅俗語：早起三光，晚起三方。咁到底乜嘢係三光三方咧？先講下早起三光咯。呢度嘅三其實唔係一個具體嘅數字，而係一個虛數泛指嚟嘅啫。呢個俗語係想話俾我哋聽，早起嘅話就會有更多充足嘅時間做更多嘅嘢啦，起碼唔會遲到先啦，亦都唔會好似倒瀉籮蟹咁慌失失，做起事上嚟都零舍得心應手，一日都光彩照人啦。尤其喺農村要耕田嘅農民，到咗呢個季節係起得特別早嘅，因為5點鐘就天光噶啦嘛，早上嘅空氣亦都冇咁熱喎，咁所以農民就會趁早上空氣好、溫度舒適嘅時候做功夫啦。耕田嘅耕田，圍住嘅圍住，圍雞嘅圍雞。咁等到日頭出嚟嘅時候，功夫做得差唔多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唞翻下啦。咁所以老一輩嘅人經常話：一日之計在於晨。早睡早起，身體好就係呢個道理啦。但係依家啲後生仔就唔係啦，雖然唔使耕田，不過沉迷喺網絡世界，刷一刷手機就到咗凌晨啦，一瞓就瞓到第二日中午嘅11、12點。又或者係直接通宵，早餐都慳翻，一起身之後中午嗰餐同晚上嗰餐一齊食，係咪？諗住自己仲後生，身體好，有揮霍嘅資本啊嘛。但係其實長期反反复复咁樣捱更抵夜係唔好嘅，只會導致一個人越嚟越懶，渾渾噩噩，無所事事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係工作上需要日夜顛倒嗰啲，另計下，揾食就冇得講啦，係咪？講到早起又不得不提晚清4大名臣之一嘅曾國藩咯，佢可以話係一個傳奇嘅人物，關鍵係佢家族嘅後人無一廢人，個個都咁出色。咁曾家有好多家訓嘅，但係最重要一點就係早起啦。有封家書係咁講：若不能進行，但能行一早治，則家中子弟有所取捨，是厚望也。曾國藩仲認為欲去墮志，總以不晏起為第一義，意思即係話佢想告誡兄弟姊妹，如果想戒咗懶惰呢一樣嘢，首先就要學識早起啦。佢寫俾自己仔女嘅家書都係嘅，首先第一句就係問你有冇早起啊，細佬妹有冇早起啊，係咪？所以話曾家世代無一廢人，曾家可以長盛不衰，家教家風好重要吓。其實好多現代名人都有早起嘅習慣嘅，例如話李嘉誠每日4點鐘起身處理事務，幾十年嚟如一日；王健林4點鐘起身鍛煉身體。雖然早起唔可以令到你更成功、更有錢，但係早起可以令你揸住生活嘅主導權。早啲起身可以令到你身心健康，呼吸下新鮮嘅空氣，鍛煉下身體，食個靚嘅早餐，個心踏實咗，人都零舍有朝氣啲啦，係咪？咁再嚟講下晚起三方咯。好多上班一族都有上早班噶嘛，都有校鬧鐘嘅習慣。你校嘅鬧鐘又係幾點起身嘅咧？係咪好多人鬧鐘響咗之後仲想瞓多陣，仲想賴下床咁樣咧吓？但係點知起翻身之後發覺遲晒大到啦，就忙忙青咁求其梳洗下，求其着件衫換件衫，早餐都冇人，就急急腳咁出門啦。若然行到一半之後先至發覺手機或者係工作上嘅嘢、文件資料唔記得帶，又要翻轉頭攞，又或者係中途遇到塞車嘅話，咁個心就會覺得好慌啦，成個早上都好似打仗咁，未開始新一日嘅工作就已經覺得身心疲倦。所以你話晏起係咪三慌啊？慌亂嘅慌啊，一日落嚟心情狀態都會唔好啦，係咪？所以早起三光，晚起三慌呢個俗語，老一輩係想告誡後人一定要早起，早啲起身嘅話，做起事上嚟先至唔會好似晏起身咁慌張噶嘛。但係早起嘅前提之下係要早啲瞓，養成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先至係最好噶嘛。不過依家嘅人生活規律生活節奏都唔同老一輩人嘅，揾一個適合自己嘅生活節奏先至係最好嘅。咁到最後想做個統計，你係幾點起身又幾點瞓覺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